赖清德因为呢，前天开始要他的团结10讲，哦，那今天晚上他第2讲，哦，第1讲呢前天啊叫什么国家，今天要讲团结啊，那他们是说他讲历史啊，说呢中共没有统治过台湾任何一天啊，另外呢说呢中国声称拥有台湾是大错特错，然后呢说呢这个那郭台铭当然今天也说他是篡改历史了。哦，因为赖清德从长毛象走，意思我们从来没有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啊。那另外呢，国台办说煽动两岸对立，这是台独言论啊，所以他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啊。那另外呢，陆委会说呢，应该正视两岸的现实啊。那另外呢，谢龙介啊，因为跟赖清德是从台南市议会市长就一直这个亦敌亦友哈。他说呢，第1讲的讲法跟地下电台讲就这些东西了，很多年以来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了哈。所以呢，这个谢龙介说呢，现在连独派都不讲这些事情，很多你还在提，我们看一下。大家想不到吧？台湾早期竟然有金丝猴，有长毛象，哦，有早版犀牛。除了这些以外，台湾也是南岛语族文化的起源。就是台湾很早就开始向外传播文化，同时原住民族也早已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展出璀璨的文化。展开的团结国家10讲第1场，从长毛象讲到旧金山合约，聚焦国家为主轴。大陆国台办发声明，更罕见直呼总统名字，说把台独挂钩是背叛和犯罪，违背历史现实和法理，只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总统怎么看国台办说明的宣讲是煽动两岸对立？卢市长说，这是您个人的史观，跟人民期待没有对焦。看了镜头微笑没回，因为在野也有不满。台中市长卢秀燕就指中共没有统治台湾的说法是总统的个人史观。对此，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这是清楚告诉世界，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韩振宇。我真的觉得就是赖总统哦，你不要为了讲而讲，因为坦白讲哦，现在整个在全台大罢免的状态，你现在配的这个时机点真的是非常的突兀，而且师出无名啊。然后同时间，我必须说，他有失他的高度了。一个总统，他应该是讲说，现在我们的台澎金马面对现在他所谓的敌对势力，现在目前步步逼近的状态之下，我们到底台湾的未来到底要如何共荣，如何团结，在他的这个沟通对谈里面是完全没有看到的。同时间呢，我必须说，司马昭之心啊，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为了团结而说，那不好意思哦，你一手向大家说团结，一手反而是那种大罢免，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赖总统你的高度到底在哪里？同时间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南岛的起源其实只是台湾史的一部分，而不是说所有的台湾。不要为了你自己的台独思维，然后来去篡改整个台湾的历史脉络。我觉得这对于所谓的你凭良心说，你们想要讲的转型正义，这个叫做篡改历史，不叫做转型。那同时间呢，我必须说，如果今天赖总统你只是为了大罢免而要来去用所谓的10讲，然后配合一路到7月26号，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投下所谓的不同意票。同时间呢，我想跟大家说，这个起手是完全不演了。完全也不怕你看手脚了，我就是告诉你，我今天为了讲而讲，也要让我的大罢免成功。这就是赖清德现在整个民进党政府他们所谓配合的整个团结10讲，他要团结的是什么？他没有要团结我们台湾绝大多数的人民，他只想团结所谓的40%少数人的意志，然后同时间继续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可能性。因为他今天如果说你讲团结，再讲台湾，是不是这每10讲？国台办就会一笔一笔的画上去。那接下来我们所谓的要去团结台湾的所有可能的力量，来去面对两岸你所谓的敌对势力的时候，请问一下赖总统，你要靠这10讲来去解决现在有可能的兵凶战危吗？如果没有的话，想一想吧，把你的幕僚团队跟重新整理一下，或者是去询问一下蔡英文过去是怎么样用文青式的方式来感动人心，而不是用这种为了讲而讲，然后从国安汇报到朝野完全无共识的状态，请问你到底要怎么团结呢？杨平，我不过就上个月才刚去台南玩哦，台南市玩。然后呢，我因为是喜欢看那个文化古迹的，所以我又再去看了好些
那个文化的地点啊，看他的纪念馆展示等等，我就亲眼看到提名赖清德在他任内的时候所推动的包含跟郑成功有关的包含各种文史馆介绍当年的各种情况然后以及从大陆当时因为这个清朝政府他到台湾来设了什么点，所以呢那个点呢他们就开了一个怎么样做蔗糖的那个公司，怎么样得到清代政府的一个证件让他们能够推广，让那些家族住在哪里，然后他们有哪些房子。这是你赖清德担任市长，然后很多也是你任内的时候你的政绩，然后现在黄伟哲程序下去也不断的在推广，而且呢很多纪念历史的活动也办得非常的盛大。我那时候去美术馆还碰到他们一个好大的这个历史性的展览。然后你今天赖清德从市长变成总统之后说，台湾从长毛象时代到现在跟中国都没有关系。我觉得真的，你这个叫团结实讲吗？你这个在故意混淆历史认知的讲话吧。而且你这个对台湾现在的情况，两岸关系情况有什么样的帮助吗？那当然我也觉得赖清德呢，很可能他觉得大罢免呢，哇，给他一个强心针，有一个舞台，所以呢他利用这次呢，把他本来在就职演说大家都期待他是不是要更进一步的冲撞对岸的认知以及对岸的红线这一点，结果没有想到他就职演说的时候，他两岸的议题都没有讲。那没有讲以后，大家就说你是受到美国压力啦，因为在谈判关税啦等等。那现在你为什么又敢讲了呢？你为什么又继续要讲这种非妥妥的两国论，非常刺激对岸，然后明知道红线踩一半的做法呢？你是不是又要去赌说这个以色列伊朗的战争，因为美国介入，然后会搞很久，所以美国呢一时无暇他顾，所以对赖清德的这个问题呢就会放松一点吗？可是事与愿违美国马上就已经结束战争啦。那我是真的觉得说，赖清德，你今天不管如何你昧于我们的宪法，中华民国的宪法事实，昧于整个历史传统，活生生的历史事实，而且那些历史事实不是只存在中国大陆，存在台湾一样啊。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当年做那么多跟郑成功有关的历史建物的修复，然后把郑成功的角色做一个凸显跟提升，那你到底所谓何来？杨元之，我觉得那个赖清德很奇怪，花了非常多时间在讲台湾的生态了，我真的不太知道他到底要证明什么。他说台湾有长毛象所以跟中国大陆是无关，但是也有一些比较懂生物的人讲说，长毛象之前在江淮地区所以也有可能是唐山过台湾的先驱大陆好多长毛象我还去看了一个好大的长毛象馆所以要用不同生态系去研究一下两边长毛象的 DNA。对，所以要去以前台湾跟大陆是连的，那时候还没有分开，是连的了。所以用生态系来证明说台湾跟中国大陆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它逻辑到底是什么而且就算是不同的生态，也不见得不是同一个国家。那美国加州的生态会跟纽约生态一样吗？所以加州跟纽约跳出来讲说我们都不是美国，不是这个逻辑很怪。我觉得他如果主张说台湾要独立，那你可以讲你的有逻辑的把那个主张讲出来，但不要讲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们现在国家如果讲地理的话，那中华民国跟中国大陆怎么会没关系？中华民国元年首都就在中国大陆啊。我们国家的存在是根据宪法嘛，那所以宪法怎么规定就是怎样嘛。不是说你赖总统，你在这4年当总统，你个人的史观，或者你对生态的了解，或者你对考古的知识，来决定国家到底是怎样。我觉得最后都是要宪法啊。如果你真的认为说无关，那你修宪嘛，你修宪大家来讨论，那也没有，就讲那些东西。但我觉得他把他的这些生态的知识灌到一个团结，就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没有感觉他有叫团结啊，他的
生态的第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他这1年多来，他想的都是怎么团结朝野跟团结国家。我听到有吗？这好比有一个人想要减肥啦，但他一直吃东西啊，吃咸猪鸡。我很想要减肥，可是我就做不到嘛，因为他就一直在霸凌我们在野党啊。你看呢，我们板桥那边有很多民代，平常服务也不见得很积极啊。哦，一宣布要罢免，大家一起上街头啊，哇，这个搞斗争都走第一啊。这个叫团结哦。本来理论上来讲，大家选举完就是不分蓝绿，一起为地方做事嘛。现在没有，现在是因为你跟我不同政党，所以我就要罢免你，然后积极的不得了啊！戴维森还买那个电话语音啊，叫大家来罢免我。这种我有感觉团结吗？没有啊，就恶斗啊，斗争啊。所以一边斗争霸凌，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喊团结，那你就是讲一套做一套啊。就先不要管了哈，他一般在搞大罢免，要团结实讲。大罢免我们放一边，就以他昨天的第一讲谈什么国家这样，有没有因此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啊？就这个看着就好，看他们的讲法，对不对？显然没有嘛，哦，至少这几个是没有啊，没有团结，反而更分裂嘛，更撕裂了。哦，就是你的目的是何在嘛？你既然叫做团结思想，你讲的东西就应该去异求同哦，然后呢，大家真的是能够这个团结一起。你当然你有意识形态，你要讲台独，那是你的价值，你的自由，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讲法嘛，那是一回事情哦。但是呢，你搞到你要说他是因此就团结了，那我就好奇，你到底团结了谁呢？台湾有因此因为你这一讲有更团结呢，还是更撕裂呢，还是更对立呢？休息再回来。现在大家都在猎巫了哈，人人怀疑人人啊。那一个女子拍街道，因为现在她很喜欢拍啊、自拍啊，怎么拍这个拍那个，那就被人家问说：“你是台湾人吗？哪里人？”哦，然后呢，拍街景有违反国安规定吗？所以呢，调查局都要约谈她。哦，她在路口随意拍25岁姓戴的一个女子，她说她记录生活，就被问你在拍什么？台湾人吗？反复追问他哪里人啊，然后后来呢还去闹到派出所，然后呢说他这个违反这个儿少法相关规定，然后后来呢这个最近他还收到调查局的通知，要他以证人身份违反国安相关规定为由到调查局去说明啊，所以变成这个样子。现在大家有一点人人自危的味道哈，那大家都要怀疑别人啊，然后呢这个。馆长说呢，被批评说他的直播是中国特殊许可的那网络就说怎样？那现在台湾直播要特殊许可吗？那馆长说我没有特殊许可我要拍什么就拍什么啊。那另外呢，最近主要是因为郭玉琴立法委员他去这个年轻人，他以前当陆战队，因为他接到通知要去这个教召什么然后呢就拍他自己了。因为他到健身房健身完身以后很累，就想喝饮料，又天又热，但是又觉得说我健身半天在喝这个饮料，不是把我健身都健身健了半天，可能只少了几百卡，那个饮料一罐又多了几百卡所以这么游移的时候，这么拍那这时候呢就被郭玉琴看到，就说呢你拍谁？你要拍小孩子吗？那所以呢他变成一个这个偷拍小孩的怪人。他还给郭玉琴看说：“你看，我没有拍小孩子，我是拍我自己嘛。”就郭玉琴呢还说：“这个上网把它 po 上去等等所以呢，他就觉得就是蛮侮辱，受到侮辱的嘛。他朋友还替他抱不平，所以他以前当这个陆战队跳伞要受跳伞，脸还被这个绳子刮破了，这样为国这样贡献。”怎么现在被变成一个什么这个怪客去拍学生的拍这个小孩的怪客呢？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像这样子拿着手机在街头录影，是否有可能会违反国安的相关规定？上个月在台北市的松山区，就有一名戴姓女子，她这样的动作遭人检举，现在她也收到了通知书，要她前往调查局说明。一切的起因是上个月15号，这名戴姓女子她在路上拍摄影片，说记录生活，却被一名陌生女子反复询问你在拍什么？你是台湾人吗？甚至闹到派出所报案，指控她违反儿少法与国安相关规定。只是想要记录一下生活，拍一下街景，就是这样。
项，这有没有看到像关键的什么逃难设施啊？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毕竟事发路口只有一处公园跟一间诊所，就算把范围拉大，只有距离130公尺的西松国小跟距离400公尺的西松高中可作为避难处所，邻近的台电松山变电所也距离超过700公尺，拍摄所及范围内似乎没有机敏设备，不只是执政党的立委要去做检举，甚至呢，连我们的调查局市调处都该配合来做办案哦。那这是不是一个政府的政策？但即便是以证人身份出席，通知书上却载明违反国安相关法令，由戴小姐在近期前往市调处接受约询，也就是说，律师无法同行。为什么要把整个社会搞得这么压抑，就是很不自由的感觉？我就觉得非常过头。台湾不是号称一个民主进步的地方，但却自己要搞成这样，大家都会怀疑来怀疑去的，很不和谐的感觉。麦才伟。我觉得现在网络上面呢，开始有一些青鸟帮这个郭玉琴洗地，说这就是小题大做而已啦。那其实他只是想要去保护孩童而已啊。我简单来说，这绝对不是小题大做，也绝对不是保护孩童，这完完全全就是民进党走火入魔式的一个写照。今天这名男子呢，他在我们中山区的4坪商圈哦，他已经明确的跟这个郭玉琴说，我就是在自拍，而且他还有拿给郭玉琴看我的画面，就只有拍到我而已，完全没有其他的路人。好，郭玉琴完全不管这名男子他的解释、他的说明，回去这样写了一篇。我简单来说，这个就是他在行使全民监控的一个做法。而且呢，为什么他觉得他自己可以行使这样警总式的一个全民监控？简单来说，他已经把自己当警总了。因为简单来说，他知道他只要发一篇文章，他只要假装自己很正义，一定会有声量，一定会有流量，一定会有那一些不分青红皂白的民进党侧翼去帮他刷一排赞，去帮他刷一排爱心，去说万老师好棒哦，万老师好正义哦，果然是女神万老师。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的确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民进党真的是完全病了耶，抗中保台道哦，把所有的路人都当成是中共同路人。现在看起来，你只要没有背着这个民进党党旗的话，你通通都是中共同路人。我想这完完全全不是国安，这就是民进党的集体妄想症。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样的集体妄想症，它已经变成什么了？变成是立委的日常了啊！只要你拿手机在这个街上拍，只要你有中国大陆的口音，只要你讲的不是标准的这个他们认为的国语好了，都通通都有可能是中共同路人。之前在社群媒体上面就引发一片大家的争议啦，大家就觉得说，难道现在在台湾你没有办法包容不同的文化？难道现在在台湾你讲的不是中文，你讲的不是民进党认为的台语，不是这个台湾话，就通通都是中共同路人吗？他现在已经变成是立委的日常了。现在最怕的是这种全民监控，这样集体式的妄想，最后有一步，它会变成是一个政策啊！以后你一边讲民主自由，但是如果你在街上，你有一些可能拿手机拍摄的一个行为，你通通都会被贴上是鬼祟男子、鬼祟女子。那这样是台湾我们所谓的民主自由吗？我觉得这样最后走上了一步，就是台湾的人民对于台湾的民主自由完完全全的不信任。赖伟山。郭文已经道歉了，那当事人后续也跟他有联络上，那他也就是取得他的谅解。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确实是在当下确实不应该，不过大家也确实对于这个台湾周遭的状况也是应该要提高警觉。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一直在对台湾进行情搜，尤其在街道上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人来直播，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搜集一些资讯。当然第一他也有可能是想要做自己的流量的这个冲高，然后去想办法去获利。但另外其他的还有包含一些资讯的搜集，那甚至去了解说，台湾可能大概这个尖峰时刻在哪里啊？哪里有人啊？等等。那甚至大家也都有曾经听过说，在一些这个机场附近啊，甚至也会有些人特别拿着专业的摄影在拍，而不是台湾的人民，是感觉起来是很特殊，还有人在把关的、在把守、在把风的这种状况。那所以我们当然是要提高警觉，针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比如说以板桥来说好了，我们之前就有接获民众有跟我们澄清说，有一个女子在板桥国小前面就是一直在直播，把附近的街道都这样直播，然后天天在播。我后来就请警察过去了解。
解一下。然后这个女子说没有，是我的小朋友想要转学，所以我来了解这个国小附近到底这个生态如何，附近的民风如何。好，就他一播了多久呢？他播了7个月。哇，一个小孩要转学，他可以天天在现场播7个月，那所以这就是很令人怀疑的事情。那所以大家本来提高警觉，第一是保护我们的孩子，第二是我们都知道学校是很多如果在这个发生紧急事件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紧急避难所，或是一个物资的集散地。那它确实，它也甚至也可以成为某一些所谓的攻击上面的一些掩体、防护上的掩体。那如果这一些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设施都被摸透摸清，那当然对于台湾未来在防卫上面也一定会有所突破嘛。那所以我们提高警觉，对于台湾整体的防卫韧性来说，这本来就是一个好事。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议题出现，其实也是要加强台湾人民对于防卫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真宇。首先哦，如果你要提高防卫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先把你们的共谍先抓起来吧。如果你们共谍都抓不起来的话，凭什么来审视一般的民众？我觉得这一点是民进党政府你应该好好来跟全民来说明的一件事情。同时间哦，言论自由跟公民提醒，我觉得它就是在一个界限之间。但是如果今天由我们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带头来猎巫，带头来去审视民众的作为，这件事情我不认为一个道歉就可以结束。今天如果这位同仁，他接受了所谓的万老师的道歉，那是因为他们不想再撕裂台湾，他们不想要再对立。但是现在是我们整个大方向是，第一个，我们中华民国立法委员有没有经过查证？如果没有，就在你的平台去做猎巫这个行为，难道一句道歉就可以去弭平他过去的伤害吗？再来，如果现在包含到沈伯洋，然后包含到了万老师，你们都用一切这样猎巫式的方法，不好意思，我合理的怀疑你们是配合一条龙的第5纵队标签啊。如果你们今天都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审视台湾人民的话，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赖总统所说的团结我们台湾人民，到底要怎么团结？连我们自己互相都要担心说，你今天是不是共谍就在你身边？你是不是要情搜？你是不是要回报给中共？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共谍你们抓了吗？如果还没有抓，不好意思，你们这些立法委员基本上都是不合格。同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说，今天舆论动员的速度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万老师他必须要赶快删留言，因为删下去，现在基本上是所有的民众对于他这样的行为都是非常的不耻的。如果今天你没有错，为什么要删文呢？同时间，你动员的速度包含到刚刚暐瀚发言人都说了，老师已经道歉了。对方也接受了，难道这样子就可以弭平他们所作为的这件事吗？我不认为啊，所以我必须说，今天台湾人民大家是互信，大家是互相要团结的。但是如果今天是由民进党执政党的中央立法委员带头来去霸凌一般民众，不好意思，你可以看看现在包含了 FB， 包含了 Trade 上面，所有的都是我被人家去审视。然后审视完了之后，公审完了之后，当事人还要再上去留言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我是台湾人，我只是要做直播，请你把你的这个影片下架，我并没有要来去侦访，我也没有要告诉中共资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来想想看，过去赖总统这1年上任以来，我们制造了多少冲突，制造了多少对立，我相信这不会是他想要团结实讲就可以解决跟弭平的。好吧，这个媒体是说，这个郭玉琴的鬼祟之刀。猎巫不成反成巫，他现在被网络上骂一塌糊涂啊，其实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真的我想说，哎呀，道歉了嘛，但是网络上哇，这个穷追不舍，为什么？因为呢，年轻人现在台湾几乎也变成到处在自拍嘛，这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你现在每一个自拍人都人人自危，变成说他问你哪里人，你拍了要干嘛？要上抖音吗？要到什么地方去？有没有拍小孩？有没有拍女人？有没有拍什么？就搞得，但每个人都很紧张嘛，所以网络上的反应，所以我觉得现在大概最觉得无助的就是赖清德，他好不容易要搞一个团结实讲，第一炮打出来，结果昨天媒体网络讨论，没有人讨论，很少人讨论赖清德，都在讨论郭玉琴啊，都在讲他，都在讲他长别人啊，讲这个男人什么偷拍小孩一大堆，搞了半天。焦点完全转移，所以表示说，当然没有想到那个反弹
力量有那么大，知道？来，翟佩你要补充。我想补充一个，因为刚刚郑宇讲到查证这件事很重要，对不对？我觉得大家会这么生气，是因为其实郭玉琴他有去查证，他明明就是有问，然后人家都已经跟他说我绝对没有，他还想要入人于罪，这才是大家最生气的一个地方啊。第二，刚刚伟山讲到说，有一些刻意在什么军事堡垒啊，在什么很敏感的地方拍，我就问视频商说，旁边都是公园，旁边都是住家大厦，请问一下哪边敏感？所以我真的觉得民进党第一入人于罪已经成为他们 DNA 了。第二，你刻意想要去用这种抗中保台式的方式，你再去讲路人，通通都是中共同路人。我觉得为什么这件事延烧到现在？因为通通民进党都在用老招啊，然后通通都是在抹黑扭曲而已。其实从乌克兰战争之前啊，那时候也是有很多俄国人在那边拍，那其实那也都是一种情报搜集，所以我们当然要提高警觉。我觉得这是对的。把全台湾只要拿手机的人都是当做情报搜集啊。但我没有说郭玉群委员这样做是对的，我觉得他已经道歉，而且他也必须要道歉。休息一下再回来。